被困在无人森林的第二天，而眼前出现的这棵大树，让阿土又看到了生存下去的希望。他为什么要盯着这棵大树不放？难道说这棵树里藏着什么生存秘密？此时的森林很安静，但是随时都有可能窜出来野生动物。阿土判断这棵百年古树内是空心的，如果能把这里当作安全屋，那这一定是森林中最安全的生存堡垒。当他把树洞砸开的时候，里面竟然真的给藏有一个很大的空间。此时的我猜您是左手在拿着手机，如果我猜对了，请您轻轻的点一下推荐，我看看我猜对了多少。当洞口被完全打开之后，阿土利用斧头把树洞口开出来一个生存之门，门口尽量开到最大，这样有利于后期对树洞内部的装饰。这棵树内空心的时间至少有20年以上了，内部已经有一些轻微的腐烂，并且最麻烦的是，这里面有很多的蚂蚁。他首先把内部的腐烂的地方用斧头简单修理，把掉下来的木屑清除，这样就能清除大部分的蚂蚁了。接下来的他来到了河边，用双手搬来了很多的石头。他把石头根据大小放进了洞隙处，让出门的时候路面尽可能的平整。在这种地方崴脚，那就相当于被判了死刑。而这些大一些的板石被阿土做成了台阶。森林中湿度很大，导致地面非常滑，而岩石铺路不仅能在下雨的时候防滑，更重要的就是有野生动物到访，随手一抓就是活下去的希望。接下来，他把希望放进了树屋内，这样用起来不仅更方便，在有希望的同时，还隔绝地面上的潮气。但是现在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树洞内部的空间只能让阿土躲避危险，并不能在里面生活。他准备把空间扩大，以树洞作为主要建筑空间，门口再扩出来一个1米高的黄板。然后阿土扛回了2根原木，用原木将2处连接在一起。幸好阿土带了一把纯手摇式家传左钻，还可以把最关键的连接处用打孔，然后利用木质铆钉固定。这些原木如果只靠木质铆钉固定还是不够结实，但是只要让这5根原木绑在一起，那即将是森林之中最坚固的建筑。这个时候只需要利用林中常年的虫外，就能让这4根原木牢牢地绑定在一起。阿土判断这些倒下的大树也不再需要树皮了，他就把树皮扒下来，先暂时借用一下。他把树皮用斧头分割好大小，然后利用小藤蔓把树皮绑定在树洞的屋顶上。树皮不仅仅是天然中最好的，它也有防虫防蚁的功能。当树皮完全固定以后，这个树屋和周围形成了视觉一体化。如果不仔细看，谁能想到这里面还能住着一个人？剩下的树皮再做一个入户门，门的框架用的都是10根砖以上。前几期阿土的门被故意撞破了，导致他夜里被至少3种以上的动物围观，而这一次他的门在这里不可，任何动物门撞破一定要切记门要外开时。此时夜幕降临，没有食物的阿土只能找一些野果充饥。明天他准备做一些陷阱，看看会不会有收获。深夜降临，阿土回到了树屋内，树皮门严丝合缝的关上，将最后一丝篝火的微光叠藏在屋内。生存的蓝图在他脑海中缓缓铺开。在这片无人的森林深处，这棵100年的空心古树终于成为了一个疲惫灵魂的安全港湾。